我是阿力那么今天的这个行情啊，让很多人是大吃一惊啊。那么在美国时间早上的时候啊，比特币创下了69000的新高。那么下午的时候啊，就巨幅的插针给你看了。早上呢报这个空单，下午报多单，忙的呢是不亦乐乎啊。其实我们老观众啊，对于这种行情呢，已经是见多不怪了。而且呢，我在11月1日的视频里面就预告了啊，本月呢是巨幅的震荡。我当时还非常强调了巨幅这两个字。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大家要记住，我所有分析比特币的视频呢，都是基于链上大数据而得出来的结论，准确率呢非常高。原因呢就是大数据它不会撒谎。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下两条这个新闻的快报，然后呢，我会把节目的重点呢放在史币和狗狗币的对比上面啊。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美股投资，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世界的浪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消息啊，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在 DealBook 的会议上表示啊，他个人呢已经持有了一些加密货币，并且已经对加密货币啊感兴趣，他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苹果的产品呢不支持加密货币购买，并且也不会使用苹果公司的资金去投资加密货币。Tim Cook 还表示啊，目前苹果公司正在研究加密货币技术。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不是我们马上计划要做的事情啊。Tim Cook 呢，本人呢还算一个比较诚实的人啊，他承认了自己购买了一些加密货币，他不像巴菲特一样死不承认。而且呢，我相信啊，这些顶级公司的老总呢，或者是顶级的富豪，他们多多少少手里都会有一些比特币了。如果说他们对加密货币产生浓厚的兴趣的话，比如这个推特的 CEO 叫 Jack Dorsey，他已经促使自己的公司组建了加密货币技术的团队，而且呢，我认为这会对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产生极其重要正面的影响。那么第二条消息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一次了，就是万事达卡对加密货币的支持。之前我说这个万事达卡可能会直接支持你用加密货币进行消费，那么今天就有媒体报道说，万事达卡它制定了一项三管齐下的战略，重点的是安全性和更好的服务，以支持不断发展的加密货币社区。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加密支持，叫 Crypto Enablement， 包括加密货币的购买、支出、兑现和奖励，加密安全，包括身份服务、网络访问，包括互操作性、稳定币以及这个 CBDC。那么这些动作呢，无外乎呢，就是为了让万事达卡直接使用加密货币支付进行铺路。所以说啊，目前大陆的小伙伴们不要担心你的这个出入金的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很多朋友都记得啊，我之前是一直很敌视这个史币的啊，但是前几天我在节目里面说，我对史币的态度产生了转变。那么从今天起啊，你可能会更加惊讶我的这个态度啊。那么我今天呢，就是要详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史币，或者是说你称作柴犬币啊，这个它跟狗狗币的对比啊。如果你已经对这两个币种啊非常的熟悉了，那么就可以在这里关掉视频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被史币吸引，或者是说被狗狗币吸引而刚刚进入币圈，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啊，你一定要看下去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币圈的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你要对自己持有的这个币种有一定的深入的了解，不然的话，如果说别人问你买了什么币啊，人家问你几个问题就把你给难住了，那么这样就有损这个币圈人的形象。好，那么首先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狗狗币它是一个 coin， 它是一个币，它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链的。狗狗币当初呢，它是复制了莱特币的代码，而莱特币呢是使用了比特币的代码，所以说在原理上，狗狗币跟比特币很像，但是史币就不一样了。史币呢，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作是一个币，它只是一个 token， 那么翻译出来呢叫做代币。那么史币它使用的这个是以太坊的 ERC20 的协议，跟很多使用 ERC20 的代币一样，那么史币的生态就多样化了，可以用来做 DeFi，做 NFT， 天生呢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基于这个以太坊的这个技术，甚至史币社区啊，它做出来了这个 ShapeSwap， 这也是狗狗币想做而目前是
没有办法做成的事情啊，一定要等到这个狗狗币和以太坊桥搭建完成之后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一点啊，并不是说使用了 ERC20 协议的代币呢，它就高人一等啊。那么这些代币的 gas fee 啊，也就是这个费用啊，是都会向这个以太坊看齐的。打比方说，前几天这个 AMC 的 CEO 叫 Adam Aron， 他说啊，他们电影院呢也在考虑是否采用这个史币支付电影票。那么底下马上就有人留言了，你这是在开国际玩笑。买一张$15的电影票，我要支付$40的 gas fee。那么由此可见啊 ，AMC 的 CEO 他并不懂得加密货币啊。那么我今天还搜索了一下，目前支持狗狗币的这个商家呢，超过了1900家，而支持史币支付的商家呢，它只有103家。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就是在基因上被决定了，因为狗狗币的属性呢，它就是一种支付手段，而史币呢，它是有其他的使命的。而且最关键的呢，是这个狗狗币的交易费用是比较亲民的，大家就可以看看狗狗币最新节点的更新啊 1.14.5， 交易费用呢只有0.1个狗狗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流通量。狗狗币最开始的时候发行的是1000亿枚，以后每年增发呢是5%，也就是50亿枚。那么目前总的流通量只有1300多亿枚，而史币啊最开始就不一样了，它发行了1000万亿枚啊。那么后来呢有500万亿枚，它打给了威神的钱包。那么威神呢，将其中的50万亿捐给了印度的灾区，剩下的410万亿呢，打到了一个黑洞的钱包，也就是意味着这个销毁了410万亿。那么我们现在算下来啊，目前市场上呢，它有这个550万亿史币在流通，威神手里呢，它还有一部分，还有40万亿啊。那么这个量大呢，所以这个价格也低，目前的价格呢是在0.0005附近。项目方呢也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人性中对这个小数点后的这些数字的不敏感度。大家可能会觉得0.00005涨到0.00006非常的轻松，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涨幅呢就相当于比特币从5万美金涨到了6万美金，它都是这个幅度它20%，对吧？而且呢人们用这个100块钱就可能就买到上百万个史币呢，这也是这个心理因素感到非常的开心。那么这一点呢，从这个史币的社区的传播速度来看呢，也是可见一斑啊。那么目前狗狗币的推特的粉丝量是240万，而史币呢是190万，而就在几天之前呢，史币它只有160万粉丝，那么就短短的3-4天的时间，它就涨了30万。而狗狗币的推特呢，存在了好几年了，那么史币呢，只有1年多的时间，它就达到了将近跟这个狗狗币的这个粉丝量平齐的这个地位。我们今天呢就不从谁喊单哪个币说起了那么这些都是外部的因素。单从这个社区建设来看，那么史币的发展的速度确实很快我们实话实说。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史币一出，狗狗币就真的受到了冷落一样。那么我自己呢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狗狗币的一大部分玩家呢，他同时也是史币的玩家，而且呢被史币的这种巨幅的增长给吸引住了，因为1年的50万倍的涨幅呢，确实太吸引人了，让人很难不产生这种 FOMO 的情绪。那么目前在美国的这个2个比较大的交易软件Coinbase 和 Robinhood 上面呢，都可以交易狗狗币了，而史币呢，在 Robinhood 还没有上线。那么今天这个 Robinhood 的美女 COO，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她也是对媒体说了，已经在公司内部讨论是否上线史币了，但是呢不会太着急去上线他说我们跟 Coinbase 还不太一样，这个上币的这个原则法则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根据 Robinhood 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呢，业绩下滑了40%，那么这就跟史币抢占了狗狗币的生意呢是分不开的。所以说我认为Robinhood 年底如果不上史币的话，那么明年的第1季度也会上线史币。那么毕竟人家这个上市公司最看重的呢还是业绩哪个受欢迎，大家交易量大，它就会上哪一个，这也是无可厚非，对吧？那么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史币还会有一波行情就是在这个 Robinhood 上线之前
目测呢可能会在10倍以内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是我的个人的见解。如果说这一期视频的点赞数呢超过500，我会拿出来额外的$1000去购买史币，而且呢会在每一期讲史币的视频的这个上面呢，我会更新我这个实盘的操作让我这个看一下到底这个史币到底会不会继续上涨10倍或者是反应过来说是我之前说的会归零。那么在这里呢，我并没有抛弃狗狗币的意思请广大的这个支持狗狗币的朋友不要误会。那么我的 Robinhood 的全仓的狗狗币我一个都不会动就在这个$1之前我一个都不会动。那么就算狗狗币稳在$0.25这里我之前的这个几十倍的收益都还在，对吧？那么狗狗币年底$1的目标依然没有改变。币安呢最近也是开了这个狗狗币和史币的这个交易对，这就意味着史币的这个资金转到狗狗币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甚至说之前这个玩狗狗币的玩家们看到史币暴涨之后，感觉是不是要回调了？而这个时候狗狗币依然没有创这个前期的新高，那么他们是否也会考虑回来再买回来狗狗币？那么这就间接给了狗狗币更多的上涨的机会以及资金的支持。那么我去买史币呢，也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做自媒体的这些人呢，是不是应该以更开阔的心胸呢，去接受一切的新事物，一切的新币种，而不是去盲目的发表言论。如果说真的去发表言论，也要手里面有这个币才有资格。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那么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